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国民党宣布征召侯友宜出战2024台湾大选，国民党赢的概率有多大？5月16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国民党中常会宣布，决定征召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加2024年地区领导人大选。很多人都很奇怪，其他党派如民进党、民众党、亲民党都是党主席参选，作为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为什么不参选呢？这其实是朱立伦的个人目的和原因。首先，上一次选举，他为了阻止公开而且明确主张两岸统一的洪秀柱当选，以洪秀柱选调低迷为理由，临阵换将，自己替换洪秀柱参选，结果惨败在蔡英文脚下。其次，如果朱立伦再次参选，败下阵来的概率很高，这样一来，他的责任那就更大，连国民党主席的位置也保不住。我还认为朱立伦还有一个更大的算盘，他要是参选，无论胜败都对自己很不利。败了，国民党主席大位不保，那就无法推行他过去自我标榜的亲美反共主张，美国人也不高兴，他就会变成两头空。假设意外胜选，那么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接受统一和拒绝统一。接受统一显然是他绝不乐意的，也是他最忠诚的组织美国更不乐意的。拒绝统一则后果很严重，甚至可能因此性命难保，因为连美国都基本判定大陆极有可能在2027年之内采取强制的统一行动。光是从朱立伦的表现看，我就已经判定国民党胜选的可能性很小。虽然在确认国民党征召侯友宜参选之后，郭台铭也展现出风度，他在脸书发文恭喜侯友宜，他称赞侯友宜是国民党内最稳固的民意处实，是国民党内最好的人选，他将信守承诺，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友宜胜选。足见郭台铭有着很高的境界和姿态，光从这里看，他的格局就比朱立伦高出很多。或许国民党最后确定抛弃郭台铭，钦定侯友宜参选，就已经犯下了大错。郭台铭毕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影响力其实比朱立伦和侯友宜更大。早在2018年9月，郭台铭就已经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10大华商人物，更何况仅仅是他的企业就能够聚集不少的人气。我相信台湾民众会更信任一个能够把企业做到这样大这样好的企业家。侯友宜参选大概率败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蓝营还有2根选举搅局棍，一个是已经81岁高龄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这人自从2000年脱离国民党组建亲民党之后，每逢选举必定参加，明知绝对败选也要次次坚持，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分掉国民党的蓝营选票，助力民进党获得多数票胜选。而今年蓝营还增加了一个分走选票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有这样2个人来瓜分蓝营选票，侯友宜要想胜选，除非出现意外突发且有利于他的重大事件。没错，台湾岛上的确存在蓝营，但这个蓝营绝非是明确主张两岸统一的阵营，只不过是没有绿营那样明确主张台独而已。至于蓝营中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除了洪秀柱之外，再无第二人主张统一。从两岸统一的角度看，他们其实比绿营的人还难对付。比如欺骗了大陆多年的马英九，如果他真想统一，早在10年前两岸就统一了。因此我并不希望国民党胜选，至少民进党人胜选，我们还有强制统一的理由，而国民党胜选，他们有着蓝营的外衣，却绝不统一，会让我们重新抱着和平统一的幻想，却又无法实现，只能把两岸统一又继续拖下去，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